大家好，歡迎回到人我行天下。這一期視頻接着分享我們春遊意大利的亮點和心得。這次春遊我們去了羅馬、那不勒斯、卡普里島、索倫托，還有阿馬爾菲海岸的幾個小鎮。上一期介紹了羅馬部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一下，視頻鏈接在這個視頻的介紹裡。從羅馬到那不勒斯，我們是坐的火車。車票是提前幾天在 Trenitalia 官網訂的，很方便。一路看看窗外的意大利的田園風光和海景，2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看到陽台上晾着各色衣服的破破爛爛的居民樓，就知道那不勒斯到了。早就聽說那不勒斯比較髒亂差，我們預先進行了心理建設，結果發現是必要的。一出車站 ，taxi 站台的秩序和車的檔次就比羅馬差了不止一個台階，而且都是直接講價錢，不打表的。我們最後上了一個老司機的車，不知道哪一年的棘手的手動小車，叮铃咣啷就到了民宿。看看這個拿舊鞋帶綁着的文件，感受一下那不勒斯人在無序狀態下的自如。那不勒斯的景點介紹，我也有一期視頻詳細說過了。這裡就不囉嗦了，就說一下行程亮點。首先，民宿就是個亮點。我們是下午2點多到的民宿，在 WhatsApp 裡和老闆聯繫了一下，10幾分鐘後，一個意大利大叔就騎着小電驢來了。大叔給我們介紹了這個100多年歷史的樓，那個很古董的電梯，當然還有民宿房間設施，還給了一瓶氣泡酒。推開落地窗，看到那不勒斯灣的海景，我倆頓時失去了出去玩的動力，覺得就坐在陽台上喝着小酒看海景，2天躺平是不是也行？答案當然是不行。收拾停當，我們就溜達去了那不勒斯王宮和王宮前面的平民表決廣場。這個王宮雖說和凡爾賽宮或者馬德里王宮這些比起來規模小一些，但是作為一個地區性的中小國家，還是有點水平的。因為歷史上那不勒斯王國這一塊經常被法國、西班牙爭來搶去，所以王宮結構和裝飾看上去和法國、西班牙的王宮也挺像。就是這個外裝啊，墨綠加土黃的配色，放在別的地方可能比較辣眼睛，在南意的陽光下好像也不是太違和。平民表決廣場也是值得打一下卡的，兩邊彎彎的長廊，很像梵蒂岡聖彼得廣場貝尼尼設計的大柱廊。長廊在中間，那個圓拱的建築裡面是可以進去的，是個教堂，高高的穹頂，仿的是羅馬萬神殿。王宮旁邊的翁貝托一世拱廊街其實就是個 shopping mall， 很漂亮，而且很上相，是那種拍出來比實際感覺還好的地方，也是要逛一下的。第2天，我們去逛了那不勒斯老城必去的斯帕卡納玻璃街，就是中分那不勒斯街。這條街西邊是從新耶穌廣場開始的，廣場南邊的聖基亞拉修道院也是個著名景點。這個哥特式修道院本身非常寧靜平和，裡面的回廊、花園、彩繪珐琅瓷磚柱子和長椅挺有意思，照相不錯。斯帕卡納玻璃街是個體會那不勒斯人間煙火氣的好地方。從西逛到東也沒多長時間，各種小店、餐廳、咖啡館，還有各色人等，還有幾百年的窄窄的石板路和兩邊牆上的塗鴉。我們去的時候還不是旺季，又是早上，人還不算多，可以想象夏天旺季得有多熱鬧。到了那不勒斯，我還有個任務，就是朝聖那不勒斯的神馬拉多納。
那不勒斯地處南翼，雖然當年輝煌過，但近100多年又窮又土，全方面被北翼碾壓和鄙視。意甲冠軍也總是幾個北翼豪門 AC 米蘭、國際米蘭和都靈的尤文圖斯把持。老馬到了之後，以一己之力帶領那不勒斯意甲奪冠，讓那不勒斯人民長出了一口惡氣。所以那不勒斯人把這位阿根廷來的球星奉若神靈。球迷來那不勒斯都會到 Spanish Quarter 打卡一下老馬的壁畫和雕像。就是不知道這開窗戶的這家是幾個意思，老馬的風采毀於一旦。接下來就是我們認為的那不勒斯形成的高潮了，聖埃莫堡。倒不是說這個城堡本身有多偉大、多有故事，但是因為它建在沃梅羅山上，是整個城市最經典、最震撼的觀景點。360度無遮海景，整個那不勒斯灣，包括維蘇威火山對面的索倫托和卡布里島都盡收眼底。還有那條筆直的中分那波利街，還有聖基亞拉修道院都看得很清楚，所以這個城堡是一定要上去的。上城堡稍微複雜一點，要從托萊多大道上一個小廣場坐齒軌車上山，然後下車再走個10幾分鐘。不過您不會後悔的。在那不勒斯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南意美食很多，那不勒斯是披薩的發源地。第一次來一定要嘗嘗這裡經典的瑪格麗特披薩，9層塔、馬蘇里拉奶酪加番茄醬，意大利國旗的配色，比美國的披薩真的好吃很多，而且面皮酥軟可口，不像美國的披薩那麼硬。我們還吃了也是經典的炸披薩，更香更不健康一點。還有特產的千層酥，酥皮的外殼，裡面餡兒是 ricotta 奶酪和雞蛋、糖、麵。能量炸彈，但真挺好吃的。要想吃這些小吃，就直接到托萊多大道，那不勒斯最主要的商業街。說是大道，其實有點誇張，不過街上真的啥吃的都有。我們的披薩是在民宿旁邊一家挺有名的披薩店買的。說來也有意思，我看這家披薩店名字後面帶一個 Santa Lucia， 好像是 Santa Lucia 分店的意思。結果一查，原來我們住的那片區就是那首意大利民歌《桑塔露琪亞》裡面的桑塔露琪亞。這下再看看歌詞，意境全都對上了。晚上的那不勒斯灣可不就是晚星明亮，海面微風。結果我倆後面幾天就一直在哼這首歌。在那不勒斯一圈逛下來，感覺這其實是挺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歷史文化、海景美食一個不缺，和意大利其他地方比起來，亂點差點，但沒覺得髒，其實就是更接地氣。所以民宿大叔交給我們鑰匙的時候說的那句話，我記住了 ：Roma and Milan are nice, but Napoli is magic。接下來就是這次行程的另一個重磅景點，大名鼎鼎的龐貝古城。龐貝就在那不勒斯城南30分鐘，從那不勒斯或者索倫托到龐貝都差不多遠。我們其實是到了索倫托以後一日遊去的。去龐貝最方便的是坐火車，有2種選擇，一個是這種城際輕軌，條件一般，火車站買票，人比較多。另外一種是 Campania Express， 條件好一點，稍貴一點，可以網上預定。但班次沒那麼多。從小就聽說過龐貝，一座被維蘇威火山的大爆發封存在了2000年前的羅馬古城。古城面積不小，如果都要走一遍，一整天可能都不夠。我們預定的時間是1點，一共逛了4個多小時。這裡一個小 tip， 龐貝一定要提前2周以上訂票，但是好像門口對預定的時間卡得不是很嚴。
我們因為趕了早一班火車，提前快1個小時也進去了。參觀龐貝需要規劃一下路線，否則最後覺得就是花了4、5個小時走斷了腿，一頭霧水的看了一堆廢墟，身心俱疲。來看一下這個龐貝古城的官方地圖。古城分了好幾個區，我們的路線也是第一次去龐貝的通用路線，是從西門口進去，然後一路往東，沿着海濱大道和康莊大道看附近的重點，最後走到競技場，然後再去看零散的景點。您可能要問了，為啥從西門進去的這條路叫海濱大道？2000年前龐貝其實是靠海的，後來滄海桑田，現在離海岸有大約2公里了。從西門檢票口進來，經過這個拱門就進到古城裡面了。進來沒多遠，右手邊的 Basilica 可以看一下。這裡在古羅馬時代是個有點像法院加市政廳加工商局一類的一個公共大廳，不是教堂。後來歐洲的一些高等級教堂叫 Basilica， 是因為學習了這種長方形大廳加個半圓的後殿的設計。再往前走一點，就到了古城的核心區 Forum 古羅馬廣場。這裡就是龐貝的市中心，就是市政、商業、宗教各種功能都湊在一起的這麼個廣場和周邊的建築。想象一下天安門廣場、王府井、天壇、地壇、雍和宮都堆在一個地方的畫面。廣場周圍的各種遺址，朱比特神廟、阿波羅神廟、奧古斯都皇帝的守護神廟，每一根殘缺的羅馬柱背後都是一堆故事。背景的維斯威火山崩缺的山頂，提醒着人們當年火山噴發的烈度。這裡順便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在龐貝一個豪宅遺址發現的壁畫，當年沒噴發的維斯威火山是這樣的。接下來我們沿着2000年前龐貝最繁華的商業街康莊大道繼續往東，右手邊就是劇院區，有當年的大劇院、小劇院，還有個角鬥士營房，就是龐貝的娛樂城吧。娛樂城對面就有幾個洗浴會所，包括最大的那個 Stabian Baths， 據說是有冷水、溫水、熱水池，還有地暖的。想象一下，当年歐洲大部還是一片蠻荒的時候，古羅馬人已經在舒舒服服的泡澡聊天、看戲八卦，發展精神文明了。洗浴场北邊一點就是特殊服務區，我們去的時候在修路，繞了半天沒進去，甚為遺憾。這裡就放幾張維基百科的照片吧。康莊大道走到頭是個巨大的橢圓競技場，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羅馬競技場之一，比羅馬鬥獸場還早。火山噴發好像也沒什麼影響的樣子。大競技場旁邊還有個大操場，我們去的時候那裡有個龐貝受難者石膏像展覽。考古專家想出來的一招，往火山灰留下的人体空腔裡灌石膏，復原的各種受難时的姿態，視覺衝擊很強，令人唏噓。龐貝古城裡還有幾個豪宅遺址，也很可以看一下的。重點推薦的一個是牧神之家，當年一個土豪的家，龐貝最有名、最大的豪宅之一，佔了一整個街區。裡面巨大的中庭和地板上那幅150萬塊馬賽克拼的亞歷山大征戰圖都是必打卡的。還有個維提之家，還原的最好，很多壁畫都還在，能很直觀的看到當年古羅馬家裡到底什麼樣的。最後還有面包房、熱食鋪子，也都挺有意思的。據說當年2、3萬人的城裡有30多家面包房，80多家熱食鋪子。當時很多人家裡是沒有廚房的，都是出去拿外賣。4個多小時逛下來確實很累，但也確實很值得。不是某一個景點的經驗，就是那種和2000年前的古羅馬交流的感慨。要注意避坑的幾點，一個是要做好長途行軍的準備，
鞋子要穿对，線路要規劃好。還有就是龐貝沒什麼樹蔭，要注意防曬。幸虧我們去的時候還不熱，夏天晴天不建議來，一定會走廢掉。好了，今天的南義行程裡的那不勒斯和龐貝部分，咱們就先分享到這裡了。下期視頻會接着分享最精彩的卡普里島、索倫托和阿馬爾菲海岸。多謝大家觀看，喜歡的話請點讚、訂閱、評論和轉發。